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年多了，我一直在挣扎，我要不要把它说出来？可是内心总是忐忑。如果我把它公之于众，会不会遭受打击和报复？我也不知道。在我们中国，查水表和请喝茶这2句话，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你们知道，真正被请过去以后会发生什么吗？大家记不记得2020年的时候，当时李克强总理在春天说了一段讲话，那段讲话震惊了世界。他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其实不足1000。紧接着他就发布了一个地摊经济的救治政策，于是乎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全国兴起了一段地摊文化，大家还记得吗？但是呢，这个地摊文化盛行的时间很短暂，我估计也就那么2-3个礼拜，然后就瞬间被中央给叫停了。然后坊间就开始纷纷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议论，说李克强先生居然敢把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这件事公然的讲出来，这不是打了圣上共同富裕的脸吗？于是乎地摊经济马上就被叫停。这时候网络上就开始各种甚嚣尘上，洗礼之争也就第一次的正式摊开在了中国老百姓的眼前。我记得当时我在一个群里面，我们群里的人也很关注这件事情，那个群大概也就不会超过6个人，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群，因为这6个人彼此之间互相都特别的知根知底儿，我们平时的警觉性很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因言获罪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天聊洗礼之争的时候，我都没敢提任何人的名字，我只说了一句话，看见没有，一尊只要不开心了，李中堂的决策连个屁都不算。就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大家打了几个表情，瞬间就结束了。我都不敢提这2位领导人的名字，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领导人的名字都是禁词。我知道，所以我们每天用各种各样的字母，各种各样的符号，各种各样的潜台词来影射我们彼此交流的是什么，多可悲呀！但是就即便这么谨言慎行，那天晚上大概9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通电话。一开始我没接，因为叔平时的习惯是很少接陌生人的电话。过了5分钟之后，这个电话就又打了过来。当时我在家，我想说好像也没什么大碍，我就接了吧，划了一下屏，我就说：“喂，哪位？”对方非常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是某某某吗？”我说：“是。”“您的身份证尾号是几几几几吗？”我说：“对。”他说：“我跟你对一下你家的住址哪个区哪条街哪个小区几楼几栋几号，这是不是您现在的住址？”我当时就懵了，我想说这人是谁呀？因为对方是个手机号。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了？”他说：“我现在就问问你，你此刻是否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当时就有点慌了，我说：“你是谁呀？”我说：“我在不在这个房间有必要告诉你吗？你先跟我说清楚你是谁。”他就跟我说：“我是天华路派出所。”
我操！我就沉默了1秒，然后我把语气压得平和一些，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请你现在到天华路派出所的办公室来一趟，立刻。我说民警同志，今天晚上太晚了，我还有事儿，我能不能明天白天再去？对方在电话里面就告诉我，不可以。他说我们有要紧的事情需要你来配合调查，如果你能来那是最好的，我们在派出所等你。如果你不能来，我们现在可以去找你，你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就可以了。我说不用，民警同志，那个您别来找我，您给我20分钟时间，我离你们派出所距离也不算远，一会儿我过去。我就去了，把车停在了那个派出所周围的一条街上，下了车以后，我就翻了翻我的手机，我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我就又回车里面去了。回到车里面，把空调打开，检查自己所有的通联记录。首先，我把那些黄色软件全删了。第二点，我打开我的微信，把平时喜欢聊政治话题的那几个人的聊天记录横屏全部删掉。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我就想说，我要不要把整个微信全部卸载？如果一会儿真发生什么事情，他发现你手机里连个微信都没有，岂不是更加的可疑？走到这个派出所之后，我进了大厅，就问那个值班民警，我是刚才跟您通话的谁谁谁，有一位民警让我来这里面配合一下你们的调查工作，请问是哪位跟我联系的？他说你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一个人，是你是吧？哦，我说对对对，等一下啊，你先在这等着，然后一会儿我再过来接待你，我里面有个案子需要处理。我就等着，等了得有足半小时，也没有任何人理我。我就跟那个值班的人说，您能把刚才那个民警再帮我叫出来吗？那民警就又出来了。我说民警同志，我想问一下，我大概得等多久？这样的话我好告诉一下我家人我什么时候回去。那个民警同志就说了一句话，哦，那你得多等一会儿，因为也不是我负责审你。我想说，我操，这他妈还了得！我心里大概就有数了，我一下子去大厅外面了。坐在大厅里面那个值班人员说，哎，你去哪儿啊？我说我到门口抽根烟，马上就进来，可以吧？不会走的，您放心。哎，到了门口之后，我把手机掏出来，之后，我匆匆忙忙掏出手机，然后就在我那个群里面留了一下言。我现在已经被警察局带走，一会儿可能有网警要审我，所有人立刻把手机清空。如果8个小时见不到我的话，请替我发微博说找不到人，人已失踪。然后把手机揣在兜里面，在门口抽着烟等着。这个时候来了2辆轿车，2辆轿车上下来4个人，都是男士。进了大厅之后，直接跟我说了一句话，请你把手机交出来。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不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说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你有这个权限吗？那个人我记得特别嚣张的搂开了衣服，里面有一张工作证，告诉我我们是国家网络安全局2局的，你马上把手机给我交出来。我说好吧，给你。然后他一把啪就抢过了我的手机，就交给了他旁边那个类似于助理的人，告诉那个拿着我手机的人说，把他带进去。坐下来之后，指着我的鼻子就跟我说，请你把你手机的密码写在这张纸上。我说民警同志，您好像没有这个权利吧？我是犯罪了吗？如果我犯罪了，你得告诉我犯什么罪了，我才能配合你们的调查，否则手机是我的私人财物，里面存储的是我的私人信息和生活隐私，我没有必要把我手机密码告诉你。这个时候，那4个人就都过来了我的房间，就跟我说，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最好配合我们的工作，不然你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我就一抬头，我说领导，你要拿我的手机干嘛呢？你是要翻我的手机看一看是不是？他说我们要备份你的手机。我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再问了，请你交出你的手机开机密码，马上立刻。我还试探说，那你把手机给我，来，民警同志，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打开。他说不行，按照我们的工作程序，你必须把你的手机密码写在这张表格上。拉锯了半个小时，我实在无奈了，于是乎我就只能写上。当我写完我的开机密码之后，对面的工作人员把我的手机按照密码打开，然后直接递给了后面一个技术人员。请把他的手机拿去备份手机内的全部内容。手机没了，叔就慌了。慌了以后，其实叔并不担心自己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自己是一个清清白白、从来没有违法的人。但是我害怕什么，你知道吗？我害怕的是我那里面有非常多的性爱视频，有非常多的裸照，而且不仅仅是我的。我想说，我刚才他妈光顾着删那种政治言论、政治聊天了，我他妈忘了把这个删了。哎呦，我就攥着拳头啊，就在那大厅里面来回的走，导致那大厅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您能出去走去吗？你在我眼前这样晃的，我看着眼晕。”我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门口抽烟去。”我就在那块一根接一根的抽，抽了1个小时，然后我就进来以后，我就敲那个玻璃，因为那个工作室啊，在一扇门里面，外面是大厅，我就敲这扇门的玻璃。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我说：“民警同志，我那手机能还给我了吗？”你等一下，过来一会儿，那个拿我手机的人就出来了。你这手机内容也太多了。200多个 GB， 估计备份啊，怎么也得是5、6个小时。我听完他说200多 GB 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民警，您该不会还看我手机内容吧？”他说：“您放心，都是机器备份，我们只看一下内容有多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这些东西呢。你等着吧。”啪，就把门给我关上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这里面有什么？有比特币的信息，我操！我这些比特币会不会就没了？会不会就被他们用任何一个借口拿出来就没收我的比特币？比特币里面有当时我全部的现金资产。可是我也没违法犯罪啊，我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怕什么，但是我知道，只要被他们抓着把柄，他们让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他们可以随便编造一个理由。你要知道，有关部门找一个老百姓的茬儿，太轻松了。正当我在派出所门外脑补的时候，这时候出来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就是刚才网络安全局那4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哎，我说，哎，民警完事儿了啊？没完事儿，没完事儿，还备份着呢啊！我出来抽根烟。哦，我说我这有烟，你抽不抽我的？他说不，我抽我自己的。我说那个民警同志，我想受累打听一下，这个我到底是为什么被叫到这儿来的？他说我告诉你，你是为什么？啪，点了根烟。你呀，今天中午说什么来着？我说今天中午，我今中午说什么来着？他说你再仔细想想，你是否今天在微信群里面影射了咱们的国家某位领导人？我说啊，我说没有吧。他说要是真没有，我能把你叫这儿来吗？我一想，我今天中午聊什么来着？到底我聊这些了吗？我操，我他妈想起来了，我今天中午不是跟几个人在群里面聊那地摊经济了吗？可是地摊经济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啊，我聊了犯什么毛病就把我叫到这儿来了？我就跟旁边这人说，哎，我说先生，我是聊了点这些，我聊的也无非就是地摊经济，这是秘密吗？那中国人没人不知道这事儿，为什么就把我提了到这儿来了？他说这不是重点，重点你是不是议论国家领导人了？我说先生，你能告诉我议论哪位国家领导人了吗？他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就跟我说，我给您提个醒儿，你觉得你打出一尊2个字儿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谁？你讽刺的又是谁？我他妈当时恍然大悟，我他妈原来就因为这个，我他妈脑补了一溜13刀，感情我的毛病就出在一尊2个字儿上。我他妈倒退3步，看着那个民警同志，我说民警，就因为这个你们就把我叫来了？他说对呀。我说至于吗？他就看着我说，至于吗？太至于了。我就实话跟你说，今天你聊谁都行，你就不能聊他。我说一尊我也不是绰号，我也没管他叫维尼熊，我也没管他叫包子，我叫一尊，这也是个尊称啊，这称呼不错呀。他说那也不行，现在只要提他就不行，你提谁都行，就是提他绝对就是犯毛病。现在什么时期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但是我没想到能敏感到这个程度。那个先生可能跟我也聊开了，晚上也是无聊，在晚风中又点起了个小烟卷。你以为我愿意上这儿来呢？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份工作呢？你说我们多少大案要案都破不了，每天拨出大量的警力，就监着老百姓怎么说话，看看老百姓谁又议论他了。你觉得我不累吗？你知道今天我审的你是第几个人吗？第80个。我说80个民警同志，就是咱全北京聊他的人就80个。不可能吧，每天不定得有多少人议论他呢。他说你知道咱北京现在有多少网警每天就是干这份活的吗？我说有多少个人？
他说25000人。我说我操！我说民警同志，25000人就负责监控老百姓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他说你以为呢？我们的系统是有大数据监控的，一旦你涉及到敏感词，就立刻推送到我们人工部门。我们人工部门经审查之后，决定是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25000人此刻在干着这份工作。我说25000个人，这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就他妈监控北京市老百姓的聊天记录，你他妈的还有比这更浪费社会资源的事儿吗？他说这就不是你我能管得着的了。哎呦，我的妈呀！各位观众，你们听听，仅一个北京就他妈25000个人干这件事情，那全国呢？我终于知道咱们国家每年的1万亿的维稳经费花到哪儿了。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因为我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就等着吧。等了多久呢？等了5个半小时，因为我手机内容太多了，而他们这个派出所的设备估计也不是那么的灵敏，5个半小时才把我这200多 GB 的东西给备份完。于是乎，从窗口把我的手机还给了我。我拿着手机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那接下来呢？他说您先回家吧。您先回家，明天您白天等我们通知再过来。我这时候呢，就拿着我的手机，问那个负责备份的技术人员，我说您能保证我这手机绝对安全吗？他说你放心吧，只有我们有和你有。我心想说呀，他妈这是最不安全的。我就又更进一步的问了一句，那个民警同志啊，我这手机里面有很多个人隐私，您确保不会泄露，对吗？你猜那民警同志跟我说什么？你呀，赶紧回家吧。那激情的黄色视频和性爱艳照，我们看的太多了。你知道我们每天没收多少人的手机，看多少这玩意儿吗？都看麻木了。你放心，我们不会给您发出去的。听完这句话之后，我都无奈的笑了。我说随您便吧，我那里面也没几段。从派出所走出来，我就回了自己的车里，拿着手机就给群里的朋友发了一条打字：我已经出来了，请大家解散这个群。于是乎，大家唰的一下一拥而散，这群就不存在了。我这时候又给一个平时特别刚的人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在那群里面。平时啊特别反骨，什么都敢讲，牛逼极了。我给打个电话，我说喂，我出来了。他回，哦。我说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说啊。我说他问了我什么。结果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在群里面说了个什么。哦，我说你丫他妈有病啊你他妈哑巴了，你不会说话了。结果他来了一句，我不想说，你刚从派出所出来，手机肯定被监听之中。我说滚你妈，你这个怂逼，你他妈平时不挺能逼逼的吗？可见啊，在我党的铁拳之下，任何人平时的吹牛逼都他妈是扯淡。隔天大概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请您再来这个派出所一趟。我就去了，到了之后就来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来接待我。那个所长就特别笑意盈盈，非常的谦逊的
我都有点不适应。他就说：“啊，昨天回去，您挺好的吧？”我想说啊，您把我手机都备份了，你说我回去能睡好觉吗？哦，他说你等一下啊，我们这马上就有专门的人负责来接待你啊。我说好好好，那我先在这坐一下。过了一会儿，出来2个专职人员，把我带进去了，带到了一个审讯室，一个老的，一个少的。老的负责问话，少的负责打字记录。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对着他们。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我没意见，更何况我有意见也没用啊，我没有意见。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会在私下里面讨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说先生，领导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大家提都不能提吗？他说你少废话，你是不是在群里面讽刺了国家领导人？因为此刻的每一个字都有旁边的人在电脑做笔录。我说我没有。他就问我下一个问题：一尊是什么意思？我们俩就这样四目相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一尊是什么意思，我是在网上学来的新词儿。那个老警察就问我：那你觉得一尊可能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我不知道。我说一尊是不是对当官人的总称啊？他说哦，你是这么理解的。旁边那个小警察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开始记录。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呢这个行为已经被我们记录在案了，只不过呢你今天反复强调这一切你都是无意识的，那么请你回去立刻解散掉你们昨天的群，这个你能不能做到？我说昨天那个群啊，昨天晚上我就给大家解散了。还有第2点，今后不许在私下以任何的形式对我们国家领导人议论纷纷，能不能做到？我说没问题。他居然就给我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杆笔，要没有问题你就给我写一个保证书。我说民警同志，这恐怕我做不到，因为我没犯罪，我也不认为我犯错了。我写下这个东西，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扣帽子？这我写不了。大家就僵持在这儿，各种拉锯，拉了足足得有15分钟。他妥协了，他说这样，你不用对你过去的行为做任何的承认，你只在上面写上保证，今后不在微信群，不在互联网平台上讨论跟国家领导人有任何相关的词汇和议题就可以了。我说如果我写完这个，你们的工作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我就写上本人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平时喜欢在微信群里面与陌生人闲聊，今后一定提高警惕，尤其是涉及到我国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概不提。写完这个之后签字摁手印儿，这事儿就算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当我走到派出所大门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头，咦，你猜是谁？是刚才和颜悦色的那个派出所所长。我说哎，所长您有事儿吗？那所长啊笑脸相迎，他就说
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就是个配合调查，对不对？我说对呀。我们也没说你犯罪，对不对？我说对呀。我们对你的态度是否是很良好的？我说还可以，至少您的态度让我感觉到很意外。他说，那你是否能够再配合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走出这扇大门，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来过。我就笑了，我就说所长啊，以前这坊间就经常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所有老百姓在微信里面的聊天记录全都是被侦查和监控的。我说我当时都不信，我还跟他们吵架呢。我说不可能，咱们中国呀最在乎隐私权了，党和国家领导不可能干这件事情。我说今天我来这里，我才知道那些谣言呀，它都是真的。